花少6开播以来，有2位女嘉宾的风评可谓是天差地远，她们分别是口碑崩塌的周雨彤和惹人心疼的金晨。有网友统计过，周雨彤在节目里干的那些惹人讨厌的事，有一大半都是冲着金晨的，而似乎是因为金晨每一次都没有做出回击，这才导致了周雨彤的一次次变本加厉。可大家看到这里，要是以为金晨真的只是个无心机、逆来顺受的小白兔，那就大错特错了。也许她的段位要比惹人厌在明面上的周雨彤高端太多。在花少6里，周雨彤对待金晨的方式不止一次引起过网友的争议。有一次，金晨举着手机帮周雨彤拍照片，结果拍完后，周雨彤潇洒起身，直接从金晨手里把手机薅了过去，连正眼都没瞧上一眼。事后，周雨彤招来了网友一片骂声，可她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在后面一再对金晨夹枪带棒的说话。金晨想借她的口红涂，周雨彤便顺嘴来了一句：“特别有气质的人才能涂这个颜色。”金晨想请大家喝饮料，周雨彤便扫兴说：“你有多少钱啊？整天请。侯明昊给妈妈挑礼物。”周雨彤也不忘了把话题扯到金晨身上，说那件商品是金晨代言的，让金晨给你妈送。大家坐在一起谈天时，周雨彤更是突然提起了综艺咖，疑似在讽刺综艺连轴转的金晨，观众们看得纷纷摇头。还有网友评论，这节目上完之后，金晨应该不会再跟周雨彤做朋友了吧？然而金晨的态度却大出人们意料之外，在周雨彤快要被骂上热搜的时候，金晨及时放出了他们2人的合影，并配文好着呢，替周解围。这下子金晨又被大家夸上了天，毕竟谁不想要拥有这样一位情绪稳定、以德报怨的好朋友呢？然而可惜的是，金晨并不是不会发脾气，她也有情绪崩溃的时候，只不过她更懂得看人下菜而已。也是在花少6里，有一次金晨和侯明昊、周雨彤下水游泳，田家瑞则站在岸上给大伙拍照，但是由于田家瑞没有及时拍到摆好造型的他，金晨就生气了，而且是冷暴力的那种。田家瑞几次想跟金晨说话，邀请他拍照片，但金晨就是一言不发，甚至最后还冒出来一句：“别烦我，吵死了。”田家瑞被莫名其妙的对了之后，只能一个人尴尬的站在那里回忆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不得不说，田家瑞的脾气倒是真的很好。想不明白的他索性直接去跟金晨沟通，还轻声细语地问是不是我惹你不开心了，但金晨却低着头，一直戴着鸭舌帽遮住半张脸，拒绝跟田家瑞交流，无论对方怎么问，都只回答一句没有啊。事后被这样对待的田家瑞没有委屈，反而是金晨委屈上了。他在镜头前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我非常敏感，所以需要别人给很多的情绪价值才能在一起玩。”这话说得让人心疼，但是一些聪明的网友已经看出了其中的矛盾之处。倘若真的高度敏感，把情绪价值看得这么重要，又怎么可能对周雨彤的一次次的冒犯容忍度那么高呢？何况金晨跟田家瑞说白了也只是一起来录综艺的同事而已，又凭什么要求别人一直用低姿态照顾你的敏感呢？或许跟无差别得罪所有人的周雨彤比起来，金晨更像是一个明白谁可以得罪谁不好得罪的人。于是他把自己从周雨彤这里积累来的负能量一股脑倒给了无辜的田家瑞，发泄完之后，他自然可以恢复心平气和的状态，继续跟周雨彤上演好着呢的温情画面。而周雨彤也在金晨的默许之下，一次次惹来网友反感，最后终于把口碑玩坏了。人设翻车早有前科，花少6播出以后，很多观众都说周雨彤一直以来的松弛感女神人设彻底翻车了，但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更早营销松弛感的恰恰也是金晨。最近几年，金晨上综艺总是表现出一种潇洒直率、爽朗大方、开得起玩笑的性格，因此被粉丝称之为金大喜。可是在成为金大喜之前，金晨可是圈里出了名的问题演员。2011年刚出道的时候，金晨就签下了一家经纪公司，老板对她还算不错，不光捧她演戏，还因为金晨从小学跳舞的原因，送她去参加了芒果台的舞动奇迹，金晨和黎诺懿，而且请了成龙这样的巨星给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金晨录应援 VCR。 也是在参加舞动奇迹的时候，已经有男朋友的金晨为了赢比赛跟另一位男选手吵起了 CP， 结果最后惹得自家男友吃醋，并且亲自上网兑现。随后金晨竟然立马壮士断腕，跟男友分了手，最后才果然如愿跟这位男选手一起拿到了节目的冠军。看吧，他其实一直都明白谁可以得罪谁不能得罪。金晨和黎诺懿获得了舞动奇迹第3季的冠军，出名后的金晨想法也变得更多，他很快转投当时还处在事业巅峰的唐人影视公司。因为这次违约，金晨还赔了老东家200万。违约这种事有一就有二，随着梁胜全、宋小涛、何建生等优秀的影视剧主创被对手公司挖走，再加上刘诗诗、唐嫣、古力娜扎等人气演员纷纷不再续约，唐人也慢慢开始没落。
这时候又是金晨展开了一波背刺，他直接把唐人告上法庭，要求提前解约，给出的理由是公司不给资源。可是稍一回顾，不难发现，金晨加入唐人仅仅2年，就拍了8部电视剧，其中5次出演女1号，2次出演女2号。所谓的不给资源的说法，自然没得到法庭认可。唐人出示声明，金晨把官司打输之后，唐人自然不可能不计前嫌再捧他，于是他便很久没有戏拍。其他公司了解其中原委，也不敢用这样一个缺乏契约精神的演员。金晨的演艺之路就这样耽误了好一段时间。然而几年后，金晨上综艺谈起这段旧事的时候，又一脸心酸地把自己说成了受官司影响后被公司雪藏的受害者。至于官司的起因，他则是只字不提，这错的是世界，而不是我的态度。与他在花少里冷暴力完田家瑞，又一脸委屈的样子，实在如出一辙。但是现在金晨的风评几乎全是好评，这也离不开周雨彤的努力。金晨在微博上表示，工作太累，忘记吃药。这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常分享，然而周雨彤的评论，哈哈，我也经常忘记，却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认为，作为好姐妹，周的回应显得过于冷漠，缺乏关心。在大家的认知中，姐妹之间应该是互相提醒、互相关心的，而不是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哈哈。这一事件让网友们开始对两人的关系产生了质疑，口红事件更是让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金晨向周雨彤借口红，周直接一句，这口红要很有气质的人才能涂。这样的回应让人感觉周雨彤不太乐意借出口红，也让网友们觉得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生疏。在大家看来，姐妹之间借个口红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应该如此计较。这一事件进一步加深了网友们对两人关系的疑虑，而在节目中，观众总有一种感觉是周针对金，陈好给两人起英文名，金被称为奥黛丽，而周对自己的英文名丽丽不太满意。这一小插曲被网友解读为周对金的不满，有网友认为金晨的名字那么好听，而周雨彤却对自己的名字不满意，这肯定是嫉妒对方。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偏激，但也反映出了网友们对两人关系的担忧。这一连串的事件下来，两人的友谊仿佛被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周雨彤会在搭档要洗澡时连招呼都不打直接进去。要知道，节目组的摄像头24小时都在录制，他还会在没有经过对方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拆开对方的礼物。节目上各种对金打压，可反过来对男生却各种示好。明星上综艺或多或少还是带点人设的，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太真情实感，尤其是那些看上去纯良无害、处处让人心疼的明星，说不定在遇到利益抉择的时候就会变成另一副样子。不过金晨的舞蹈功底和演技上的亮点确实是不能否认的，希望专业能力优秀的她在经历这么多事情后，心性上也能得到一些成长，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口碑经得起考验的优质明星。